亏你当了5年差，直路走不通，你不能拐弯抹角啊！区区个洋鬼子，就把你弄得一点辙没有。如果要钱的话呢，你没有，我有，我全部家当都可以借给你，我就当做陪你赌把大的。我叫雷洛，曾经是一名普通的便衣警察，如今摇身一变，成为了1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总罚探长。回顾我这一生，离不开阿叔岳父还有贤内助的帮助。严董为了和我争邮监区探长一职，居然请来了香港9个大捞家支持他。虽说马氏兄弟和跛豪不愿帮他，但他还是说服了大部分人。此时的我在戏院悠闲地看着大戏，因为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。我嘱咐完猪油仔死死盯住严童后，竟意外瞧见了阿霞。面对久别重逢的爱人，过去的种种回忆瞬间涌上心头。跟阿霞聊天中，我得知8年前九龙村那场大火之前，阿霞就被送到亲戚家，还生下了我们的孩子。快告诉人家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雷仲贤。你姓雷啊？我也是。当我第一次将未曾谋面的儿子拥入怀中时，满心都是对他们母子的愧疚。我当即就答应阿霞，一定会给她一个名分。回到家后，我把阿霞母子的事告诉了白月长。我本以为他会生气，可他不但没怪我，还贴心地说要把他们接回家，唯一的要求就是让我晚上别闹出太大动静。那一刻，我的内心不断涌出感激之情。他的大度让我自惭形秽，也坚定了我要保护2位妻子的决心。第二天，白玉长带着果兰去探望他们母子，可阿霞误认为他是来找事，自觉理亏，向白月长敬茶。请喝茶，长姐。哎，快别这样！不，请你先喝了它。是我对不起你，我不是来破坏你家庭，你千万不要误会。我这次来不是要来怪你的。你先起来，你先喝了它。在阿霞的坚持下，白月长喝了那杯茶。这也就意味着接受了他。可造化弄人，香港政府突然宣布取消旧的婚约制度，推行1夫1妻制。正在试穿结婚礼服的阿霞听到这个消息后，知道我们终究有缘无分，为了不打扰我的生活，她留下一封信，就带着儿子默默离开了香港，从此音信全无。阿霞的离开成了我心底一道永远无法抹去的伤痛。我不担心。猪油仔告诉我，严童为了得到邮监区管辖权，豪掷300万买通了警务处长。我算过了，100万我们有本事筹啊，但是最惨的是他跟邮监区那些大捞家对你谈。你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说？我觉得没有必要。你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说？老哥，反正是无法挽回的，我不想再刺激你。我一时束手无策，只能去找老丈人帮忙。这个警务处长的老婆在澳门是有名的赌鬼，上个月一输就输了几十万，你就从这条路下手不就行了？老丈人的一番话让我醍醐灌顶，我立刻动身前往澳门，无论如何都要阻止严童上位。我尽力讨好处长夫人，她输多少我就给双倍的钱，只求他把那份机密文件交给处长。果不其然，夫人马上就带着文件去了处长办公室，还催着他看。数日后，处长在会议上宣布由严童担任邮监区探长，可还没等他高兴太久，他又宣布新增一个华人总探长的职位，所有探长都归他管辖，而那位置的人就是我。严童顿时傻眼，他花重金买来的职位反倒成了我的下属，但他也只能强颜欢笑，过来向我举杯致敬。本以为自己胜券在握的严童，可终究与我棋差一招。我当上总华探长后，成了叱咤风云的人物，财富也越来越多。在我的管理下，警界大部分官员都收黑钱，贪腐成风。我的个人产业也覆盖了多个领域。作为投资经理，猪油仔把我的生意打理得井井有条，我的名声和地位达到了巅峰。可我也知道盛极必衰，危险正悄然逼近。1972年，新任警务处长薛基夫上任，在第一次高层会议上，他就表态要坚决打击黄赌毒。我清楚地知道，他表面上是想除3害，其实是在给我下马威，但我绝不会坐以待毙。我要让他知道香港到底谁说了算。我让猪油仔通知所有厂子停业10天，来个全面大扫荡。这10天内开一家抓一家，绝不留情。可猪油仔却不同意。10天内没黄没赌没毒，那些烟鬼淫童犯戒以来什么事干不出来啊？再说那些靠厂子吃饭的混混，10天没得捞，那还不弄得天下大乱了？是啊，罗哥，到时候洋鬼子不来个将军抽车才怪。但这正是我要的效果。我决定置死地而后生，反将处长一军。果不出我所料，香港的治安彻底崩溃，警局挤满了地痞流氓。我趁机操控报社，讽刺新处长不作为，导致社会秩序混乱。处长公开质问我，但我脑子里已经写好了答案。现在我们所有警察都在执行他所要求的除3害任务，根本就没有其他人手来扑灭这些犯罪。只要他肯把除3害的行动暂缓，我雷洛可以保证半个月之内天下太平。我已经习惯了运筹帷幄的感觉，并没把这些洋鬼子放在眼里。殊不知属于我的时代马上就要终结了。在警局内部酒会上，我遇见了署长加达。得知他要接管反贪部门时，我是真他娘的高兴。
因为这个加达本身就是个大贪官。简单寒暄后，我注意到他身旁的年轻人。你也是中国人，为什么要帮洋鬼子做事？听说警务处长也是个洋鬼子，挺会说话的。如果你稍微有点正义感，香港早就成为乐土了。现在也是乐土啊，只不过是我雷诺妥妥而已，是粪土被你弄得臭气熏天。不要乱说话，闭嘴！他的眼神中毫无畏惧，言语里满是对我腐败的批判。恍惚间，我仿佛看到了多年前那个初出茅庐、满腔热血的自己。我想拉拢他，结果他给了我一张名片后就转身离开。哎，这小子也姓雷啊！我这才知道他就是我失散多年的儿子。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我知道阿霞肯定也回香港。我让猪油仔四处打探，终于得到了阿霞的消息。原来当年他带着儿子去了美国，在唐人街洗衣打工，不仅把儿子养大，还供他读完了大学。当我终于再次见到阿霞，他就站在我面前，岁月在他脸上留下了痕迹，可那熟悉的脸庞依旧能让我瞬间回到过去。我轻轻为他抹去泪水，就这样静静地看着对方，千言万语都写在了清澈的眼神中。可小贤却对我充满敌意，他不愿接受我这个抛弃妻儿还对社会百害无利的父亲。阿霞一着急打了小贤一巴掌，结果心脏病突发晕了过去，送到医院才知道，此时的阿霞已经身患绝症。你站住！再跟着我就对你不客气了！你要讲法律去跟律政司说，我要进去看你，没有人可以阻止。可小贤依然对我不依不饶，我怕阿霞醒来看到我们父子不和，只能暂时妥协。交代猪油仔帮我照顾阿霞后，我就离开了医院。而另一边的高尔夫球场上，两个高级警司正商量着怎么用政治手段扳倒我。紧接着，警务处长先是宣布提升我为总华帮办，但同时还新设立了3个总华探长职位，其中就有严童。此时我心里明白，这只不过是让我们相互制衡的手段罢了。回家后，我看到廉政公署成立的新闻，知道是时候急流勇退了。我马上让猪油仔把所有资产转移到加拿大，自己退居到幕后，做好了退休的打算。在我48岁那年，如期举行退休晚宴，没想到严童也来了。我们相争半生，那一刻都有些唏嘘。难道真的是一山不能容二虎？还是我们两个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？从今晚开始，什么恩恩怨怨，全部一笔勾销。洛哥，你说一笔勾销，我们就一笔勾销啊！晚宴还没结束，猪油仔就赶来告诉我阿霞病危，想见我最后一面。我毫不犹豫地起身去医院。上车的时候，猪油仔提议我坐他的车，没想到这个无心之举却救了我一命。埋伏在一旁的杀手冲出来一顿扫射，我腿部中枪，幸好猪油仔把我按在身下，才躲过一劫。严童得知我没死，又布置了一批杀手，想在设置的关卡刺杀我。可等杀手赶到，车上已经没人了。其实我早就料到严童的狼子野心，所以半路下车，通知手下弟兄去医院会合。在猪油仔的搀扶下，我晃晃悠悠来到病房门外。小贤看到我受伤的右腿，心里也软了下来，这才同意我去见阿霞。我对不起你，我一直没有在你的身边好好伺候你。此时，阿霞眼中的泪水夺眶而出，她临终的唯一愿望就是看到我们父子和好。而这次我不能再让她抱憾终身，于是我便走出房间，在猪油仔的搀扶下来到小贤面前，而他的眼神中满是对我的抗拒与疏离，仿佛我是这世间最让他厌恶之人。如果你真的想在你爸临死之前让他不能看到我们3个开开心心的在一起的话，你可以不进去。我现在进去了，我等你，我等你啊！罗哥，猪油仔见小贤还是无动于衷，于是便开始给他讲起做人的道理。被教训一顿后，小贤走进了病房，在我们父子的陪伴下，阿霞走完了她孤苦的一生。看着阿霞离去，我流下了眼泪。替她盖好被子后，我亲吻她的额头，轻轻说了句我爱你。此时房间里气氛凝重，猪油仔伤心的转身离开。可这时严童的人来到了医院，猪油仔刚想抱亲就被打晕。关键时刻，小贤没有抛弃我，他推着轮椅带着我躲避追杀，可双拳难敌4手，枪林弹雨中，我为救小贤又中了一枪。我们一路被追到医院天台，此时已经无路可退。我示意小贤出去找帮手，我留下来拖住他。医院楼下大批警察赶到，可严童却找借口不让警察上去支援，因为他想亲手解决我。我等这个亲手杀死你的机会，足足等了21年，终于在你退隐江湖之前，让我等到这个机会。就在这时，我的兄弟们赶到了，他们从楼梯一路狂奔到天台，把严童团团围住。我让大家放下武器，亲自跟严童算总账。我告诉你，我等这个机会已经等很久了。这拳是为了被你搞得连死都不瞑目的阿霞打的。那个阿霞，不要你管。那现在这一拳，这没有理由，打白不打。
虽然我把严童揍得鼻青脸肿，但他还是那么狂妄。他觉得我退休了，没权抓他。可就在他得意忘形的时候，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：“我有。”廉政公署，你涉嫌妨碍司法公正，我有权抓你。我们也去抓你。叫什么名字？你们几年勾结？我叫雷仲贤，父子勾结。听到儿子这句话，我们父子相视一笑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